在我重生之前，方云在路上被丧尸感染变异，在他变异的过程中，我让他也咬了我一口。如果迟早都会死，我宁愿和亲爱的人在一起。没想到还能有见到他的机会，一时间难言的情绪涌了上来。我重生了，在丧尸爆发的前24小时，看着手机上的日期，2月18号早上8点，这是瘟疫病毒蔓延的前一天。1天后，城市的东区会出现第一批丧尸，紧接着几个小时，整个城市都会被丧尸占领。1个月后，丧尸将会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我发誓，这次我一定要活下去。我拿起手机，连忙给我的同学群发消息，只不过发的内容并不是预警，而是招聘代买，1天500块钱，机会先到先得。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他们这群人是学校最早的一批丧尸，既然改变不了结果，还不如尽早利用。果然，在我发消息的5秒钟后，就有10几个人艾特了我。我分享出一个账户，让他们以个人身份信息购买造氧剂，并在中午就得安排送到我指定的地点。群里顿时流言蜚语炸开了锅，要么阿谀我是金主，要么说我发神经，我全都置之不理。在向他们支付完一半的定金后，造氧机的物流信息全都出现在了我手机上。我连忙穿好衣服，向父母打去电话。康仔，怎么了？这么早给我打电话？电话那头是我母亲接的，我来不及怀念，立刻对她焦急道：“老爸呢？快让他接电话，我有急事。”母亲听我声音有些慌乱，立马就把手机递给我爸。我爸接过道：“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么毛毛躁躁的。”我咽了咽口水，连忙说道：“爸，咱们西区的那套宅基地还在吗？”我爸有些疑惑，但还是很快就回答道：“还在呀，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”我没有解释，继续开口道：“爸，我要你在宅基地周围搭3道铁栅栏，每层都需要间隔30米，今晚之前一定要弄完。中午我会有造氧机送到，你要安排人给我抬进地库去。”我爸面色疑惑，十分不解，但我在家里说话一向是事出有因，这点他也很清楚，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会儿，就立马点头答应道：“放心，我去安排，但晚上你得告诉我你的原因。”我长舒了一口气，点头后让他把电话交给我妈。我继续道：“妈，我要你准备可以吃3年的肉，鸡鸭羊牛每一种都要有活物，还需要10几种农作物的种子，也全都在下午送去宅基地。不要担心钱，我给你一个账户，你直接用这个账户下单。”我妈本还想询问，但被我爸安抚后，同样向我开口道：“放心，儿子，妈省了一辈子菜钱，这次不省了。”我回应了下，就匆匆挂断了电话。再看时间，也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。我披上外套，就直奔超市而去。我很清楚24小时对我完全不够，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全力储备物资，只要能撑到生态开始循环的时候，就一定能活下去。一进超市，我就找到了超市管理人员，对他们说我是公司的采购主管，今天要大批采购物件。管理人员一听，立马喜笑颜开，招呼一群人在我身后，随时供我调用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抬手朝着冷库区一指，高声道：“最大尺寸的冰柜，我需要5个，200卷卫生纸，300瓶沐浴露，50瓶洗洁精，还有主食200袋大米，200袋子面粉，100桶装水，还有药品区20个急救箱，消炎药、退烧药、过敏药也装2箱。”我还没说完，管理人员有些不解道：“领导，急救箱公司采购一般都是2个，您采购这么多，我们商场在原则上是……”我不等他话说完，直接从钱包里拿出一半的红票子塞给他，打断道：“我们是大公司，你的原则也得改改了。”管理人员双眼立刻放光，一边笑着一边帮着催促道：“都动快点，动快点！”我安排了要准备的东西后，就留下一串地址，并提前向超市汇去了款。临走时候，管理人员还塞了张名片给我，让我以后有采购再联系他。我心里暗暗地叹了口气，以后怕是再也看不到这样的超市了。我看了下时间，现在是上午的10点整。对于囤物资，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必须得自己创造能源。我通过之前公司的关系，很快就联系了一家逆变器厂家，并精确地告诉对方自己需要的设计。对方一口答应，拉着机器就朝着宅基地的方向驶去。我同样打了辆车过去，在路上也拨通了女朋友的电话：“亲爱的，今天你在家吗？”电话那头嘶嘶拉拉，有些朦胧地回应道：“还在睡觉呢，待会儿再说，待会儿再说。”说罢便挂断了电话。我听着哭笑不得。半晌后，我给我的好兄弟徐浩也同样打去了电话：“浩子，你把你哥带上来我家宅基地，位置你知道的。”徐浩以为要去钓鱼，兴冲冲的就答应了，因为在宅基地旁边有一片湖，之前我们就经常去那里钓鱼。10分钟后，我来到了宅基地的入口，一下车就看到乌泱泱一大片，工人在制作安装铁栅栏。除此之外，我老爸更是在现场指挥，连同玻璃也都换成了防弹材质，包括下水管和烟囱也都加上了好几层的滤网。不愧是土建出身的，考虑比我还要周到。想当初这片宅基地就是老爸给他自己养老准备的，一共3层楼，带上地库空间差不多有个篮球场那么大，楼顶更是配置了瞭望台，
能够一边喝茶一边高处赏景，配置可以说相当不错，一度都有人想高价买下，不过都被老爸拒绝，因为这里面所有的设计都是他策划的，对他来说，钱已经是身外之物，自己的享受更重要。正感叹着，我买的造氧机也到了，这可是最重要的东西。1天后瘟疫蔓延，所有的空气都会沾上病毒，稍微碰到一点就会引发高烧，还会被丧尸标记。有了它，就等于无形中隔离了丧尸，在屋子里就等于绝对安全。我让工人将它安装在地下室，并封死了所有窗口进气口，只留一根通气管进入造氧机，再经过12台机器的层层过滤，这样才能保证空气的绝对纯净。等我处理好这些，时间也已经到了下午1点钟。我超市买的物资到了，同时我老妈也带着几卡车的鸡鸭牛羊到了。徐浩和他哥徐达拿着鱼竿，看着我带领着庞大的物资装卸，顿时傻了眼。康仔，你家这是要做成超市啊？想不到你小子要继承家产了。我没有解释，只是拍了拍徐浩肩膀道：“浩子，什么都别问，晚上我会告诉你们所有的事情。现在帮我把棚子搭起来，按照矩阵的模式放在第1层的铁栅栏里面。”徐浩皱了皱眉头，他从来没见过我这么严肃的样子，但他明白我的焦急，同样也是点头道：“行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”哥，跟我来。哥，跟我来。我安排好他们后，转身就和超市人员核对物资：50瓶沐浴露，30块香皂，100盒牙膏，30条毛巾，20床被子，20把水果刀，20个棒球棍。终于，在1个多小时的清点和搬运中，所有生活物资全都被安排进了地库。原本几百平的空间，此刻也被占了1半有余。紧接着，中午订的逆变器也到了，被我安排在了房顶，通过太阳能发电机和逆变器同时工作。只要不是天天下雨，我就有无尽的电源可以使用。而且就算没有太阳，我通过旁边湖水的水力发电，同样可以保证能源。有了双重保证，我心里才会踏实。下午4点，因为老爸财大气粗，几乎是给了外面工人3倍的价格进行铁栅栏安装，所以他们提前就完成了任务。我将逆变器的分支牵引到铁栅栏上，再设置一个常开电回路，这样就能给铁栅栏供上600伏的高压，只要是碰到，立刻就会被强电炸开。剩下的1个小时，我让他们在第3层栅栏外挖一条深坑，并在里面通一条水管，直接将湖水引进来，这样我就能时刻观察水质，在净化水的同时，也能起到防护作用。再接着就是房屋和4周每一个地方的监控，几乎是无死角覆盖，确保能完全掌控环境。渐渐的，天黑了，一部分工人被我安排去房间打扫，另一部分工人则提着手电筒检查加固的位置。我和爸妈交代了晚上在家里吃饭后，转身就到了第1层栅栏处，看着徐浩搭建的矩阵大棚，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拍了拍对方肩膀说道：“牛逼牛逼，你跟我出去一趟吧，我有事和你说。”徐浩一听我开口，立刻跟上我的脚步，和我上了车。康仔，说说吧，你家都安铁栅栏了，还有什么造氧机、逆变器的？肯定不是开超市那么简单吧？浩子，如果我告诉你，还有12个小时城市就会被瘟疫覆盖，会有数不清的丧尸出现，你相信吗？徐浩面色僵硬，眉头紧皱着，没有说话。我继续道：“咱们2个这么多年了，我是什么人你知道，我把你送回家，你再带2个人去我家，不要说明原因，等晚一点，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和大家讲一遍。”在徐浩家门口，我把他送下了车，转身就到了女朋友家楼下。方云，快下楼吧，我在你家楼下。方云没好气的接起电话，不满道：“一大早就联系我，然后下午又不理我，现在这会儿又催着我下楼，你做点啥总得告诉我原因吧，神神秘秘的。”我苦笑一声，假装打了自己一下道：“哎呦，错了老婆，你看我这臭毛病，作为补偿，今晚带你好好吃一顿去。”方云哼了一声，还是化好妆来到了车里。我看着方云，眼里不知怎的忽然闪起一抹泪光。在我重生之前，方云在路上被丧尸感染变异，在他变异的过程中，我让他也咬了我一口，如果迟早都会死，我宁愿和亲爱的人在一起。没想到还能有见到他的机会，一时间难言的情绪涌了上来。方云似乎也察觉到了我不对劲，一个劲的安慰我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笑了笑，就往宅基地的方向开去。在人不齐的情况下，我只能先守住秘密，不管信不信，我都得保证我的亲朋好友不会因为物资而困扰，否则知道的人一多，宅基地很大可能会挤满人，到时候再管理那可就麻烦多了。很快，晚上9点左右，我带着方云回到了宅基地，而徐浩带着他女朋友和他嫂子同样来到了铁栅栏门口。听说你们晚上有派对哦，还是个主题派对。徐浩女朋友陈兰笑眯眯的开口，显然徐浩也没有和他们说出真实原因。我轻轻一笑，牵着方云，用指纹按了下铁栅栏处的密码锁，打趣道：“是的，还有点小恐怖，走吧，我们先去吃饭，吃完饭我再跟你们讲游戏规则。”徐浩听着不由得打了个冷颤，陈兰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道：“胆小鬼，从晚上就神神叨叨的，不就是个派对吗？吓成这样，
那我们先进去了。陈兰说罢，就带着她嫂子往栅栏里面走去。我拍了拍徐浩肩膀，沉声道：“走吧，我已经计划好了，只要撑到物资循环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彻底安全了。”徐浩点了点头，和我们一起走进了宅基地内。宅基地的入口处有一道巨大的风铃通道，只有通过这层通道，才能成功进入屋子里面。康仔，你家里什么时候改成这样了？我记得上次来好像不是这样的。方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言语间充满了慌乱。我眼神坚定地看了看他，轻声说道：“相信我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其他的事情，待会儿我就会全部交代清楚。”方云听到这话，心里才慢慢有了安全。通过通道后，我按下了地库的电梯通道。很快，我们就来到了地库中心。康仔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也不回，真是急死我了。方云，你们也来了，来，先坐下，我去拿碗筷。老妈和我老爸轻轻嘀咕了几句，就转身进厨房端菜，炖羊肉、烧土鸡、清蒸鱼，每个菜品都味道极佳。我们在餐桌上吃着，一边聊天一边说笑。渐渐的，半个小时过去，我们也都吃得差不多了。老爸见大伙都吃饱了，也就沉下声来开口道：“康仔，晚上10点钟了，什么情况你也该跟大伙说说了吧？”我深吸了口气，站起身，走到中间，向大家开口道：“各位，我们这座城市马上就会被瘟疫传播，1天时间，城里就会出现数不尽的丧尸。我之所以现在才告诉大家，一方面是不想一个个的解释，另一方面是不想让大家把消息传播出去。我们这片宅基地一旦暴露，怕是今晚就会被人强占。”此话一出，四周顿时惊呼：“康仔，你开玩笑吧？这也是派对的一环吗？”康仔，你别瞎骂，什么瘟疫呀、丧尸的，那都是电影里的。我没有反驳，抬手打开了电视频道，调整到晚间新闻，开口道：“现在是晚上10点整，再过5分钟，新闻里面会报道天气、气象异常的消息。10分钟后会穿插一条洗碗机广告，如果不信，大家可以等等看。”我说完，坐在旁边，拿起一杯茶一饮而尽。5分钟后，天气气息插播了一条天气异常的消息，告诉大家尽量关窗，预防感冒。10分钟后，洗碗机的广告同样出现，大家看向我的眼神也渐渐由不敢置信，再到震惊的愣住。我老爸面色犹豫，忍不住地说道：“有没有可能明天没有瘟疫，只是你的一种猜测？”我老爸谨慎开口，眼睛不自信地左看右看。这是注定的事情，老爸，我们改变不了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在我心底，我又何尝不想相信这只是一场梦？但既然再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就一定要保护好我的家人。既然有丧尸要来，那我们就打，反正都已经是最后关头了。康仔、徐浩，我带你们出去弄点家伙绳进来。徐大，你在家照顾好他们，还有什么要分配的，也趁这个时间弄一下。不过我话说在前头，谁都不准再带人进来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我爸严肃开口，说完就带着我和徐浩出门，开车往南边驶去。我看了看时间，现在已经到了晚上10点半，距离明天早上8点还有10个半小时。这段时间应该是我们最安稳的一段时间了。叔叔，你刚刚说的家伙神是啥？徐浩在车上忍不住开口。我老爸轻轻一笑，似乎是有些责怪道：“康仔这是看不起我这个老爸，竟然最后才告诉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反正都是最后一天了，也不怕告诉你们，我曾经也是在黑白两道耍过的。各方的势力听到我的名字，多少还是要给些面子的。你们虽然做了铁栅栏，还有密室空间，但若大量的丧尸攻过来，我们仍然还是守不住，除非我们有火力。”话语落下，车子停在一处小巷口。我老爸一个电话过去，瞬间就有7、8个大汉出现，他们抬着木箱就往我老爸提前预定的卡车上搬。我老爸拿出一根雪茄点燃，顺便还塞了一大把红票子给领头的人道：“多谢满哥了，这个人情我欠着，日后再还。”领头的人哈哈一笑，满不在乎道：“江湖事不过问，更何况你的面子，我还是要给的。”只见他催促着手下的人，又和我老爸随便聊了几句，就甩了甩手，消失在了巷子深处。我透过箱子的缝隙往里看去，一时间竟有些发愣，因为里面黑麻麻的全是枪弹，重机枪、手枪、冲锋枪，每一种款式都有。这样的火力，要守一个宅基地绰绰有余了。我老爸拍了拍我们肩膀，并和卡车司机吩咐了几句过后，就带着我们重新上了车，回到了宅基地栅栏外。小子们，这些东西可不便宜，我把全部家当搞进去，好不容易才换来的这几箱枪弹，说明书在里面，今晚就好好研究下吧，总能用得上。我和徐浩激动的连喘粗气，一边兴奋一边拿出推车往里搬去。渐渐的，凌晨4点到了，忙碌一整天的我终于躺下，开始享受丧尸爆发前的短暂宁静。早上8点，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，惊醒了我们所有人。什么情况？
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老爸连忙起身，迅速从地库坐电梯升上瞭望塔。我老妈则打开电视，直接将频道调成实时新闻。紧急通告：城东发生不明紫色烟雾，并伴随狂躁症的病人开始大规模的袭击路人，请广大市民暂时关闭门窗，不要外出。详细进度，本台记者将会持续跟进。我老妈面色十分难看，捏着陈兰和方云的手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我立马上前关掉电视，给她倒了杯热水，轻轻道：“没事，老妈，我们这片宅基地已经具备了抵御末日的能力，相信我，我能带大家活下去。”我老妈深吸了口气，随后目光坚定地看着我道：“康仔，外面瘟疫已经爆发了，我们就全靠你了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，你只管说就是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转头望向大家道：“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制定详细计划，请大家务必每天都按照内容做事，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位的生死，大家一定要重视。妈，外面大棚的鸡鸭羊牛就交给你照顾了，包括我们每天的用餐标准，也都需要你来负责。嫂子，家里监控的每日资料以及外面湖水水质的变化趋势，需要你来整理。陈兰、云月，你们负责用无线网联络外界人士，让他们尽快囤积物资，自己搭建避难所。徐达，逆变器和太阳能的维护就交给你了。我老爸徐浩则担任造氧机维护，阻击丧尸。这次的战斗可能会持续很久，希望大家能够团结，一起度过难关。我话语落下，只见众人一一点头，我的心里也终于是燃起了斗志。忽然，我老爸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：“康仔，现在新闻已经在报道伤人事件了，咱们得赶紧打开造氧机。”我闻声立马走到地库中间的总控制台，一键打开了造氧机的开关，一道道巨大的嗡鸣声顿时响起。好半晌后，这种嘈杂的声音才慢慢衰弱。12道造氧机通过风管一层层的连接过滤，再通过分支传递到每一层每一个大棚中，这样即使外面有再大的生物细菌，也都不可能进入到新风系统中。随着一阵阵清新的氧气进来，我们所有人的紧张情绪此刻仿佛也都得到了舒缓。我挽着方云的手，通过电梯上到瞭望塔头，看了看最后的湖景、山川、朝阳，可能从今天以后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色了。你还害怕吗？我轻轻问道。方云微微一笑，舒适的伸了伸腰道：“怕呀，但是只要有你在，我就有安全感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带着我们活到最后的。”我亲了下他的额头，在朝阳下深拥在一起。很快，原本在电视里才能听到的嘶吼咆哮，我们在地库中也能隐约听到一些了。外面的天空也仿佛被紫色的烟雾笼罩，整个城市都有一种病病的腐朽感。然而时间才刚刚到下午3点，我们在地库待着，老妈则带着方云、陈兰他们去大棚整理鸡舍。忽然，我在监控里看到一个人正疯了似的往宅基地的方向跑来，他一边跑一边呐喊道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看在我给你们安栅栏的份上，救我一命吧！”我仔细一看，这人好像是昨天在这里安装铁栅栏的工人之一。我面色严肃，立即通过广播呼喊道：“我们这里容不下你，你快找间屋子躲起来吧，趁你后面还没有丧尸，赶紧走。”工人闻声叫得更加凄厉，一边跪着求我开门，一边还在用力地拍打栅栏。我虽心有不忍，但为了大局考虑，我也绝不能让他进来。我继续道：“你快走吧，我这里容不下你，再不走，我就要给栅栏通电了。”工人再次听到拒绝，面色骤然一狠，立马从腰间掏出来一把斧子，举起高声道：“不让我进去，那我就让你们也跟我一起死！”说罢，他就拿着斧子对着狠狠地朝栅栏砸去。忽然一道厚重的枪声炸响，我在地下室都听得一颤。再看向工人，他已经是倒在远处的地上，胸口出现一个大窟窿，里面液体涓涓地往外流出。康仔，规矩既然立下了，不管怎样我们都要遵守，这不光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大家。徐浩的声音不紧不慢地从广播中传来，只见他在塔顶举着一把狙击枪，眯着眼睛望向四周。徐达在逆变器旁同样打开了高压电开关，一瞬间，栅栏外立马响起噼里啪啦的电呼声，整个3层铁栅栏好像一条盘踞的银龙，十分壮观。渐渐的，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3天。通过陈兰和方云的互联网宣传，已经成功让一部分人做好了预防措施，没有感染。但对于街上遍布的丧尸，他们没有人类可以感染，体内的细胞也会大大失去活性。但只要再感知到一个人，活性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恢复，重新变得狂躁。除了我家的这片宅基地，整个城市都可以用地狱来形容。因为宅基地的位置本来就算偏僻，离主城区比较远，周边也几乎没有住户，就连正常情况下，这边也都很难碰到路人。而我们这几天过得却是相当轻松，每天的餐食基本都是番茄炖牛肉、萝卜烧土鸡。大棚里的空气都是造氧机产出来的，氧气密度非常高。几天的时间，牛羊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胖了一圈。照这样下去，
这里简直都能算是天堂。转眼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，此时的方云在互联网上基本都联系不到人了。原本因末世而搭建的互联网平台，也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一点点的被摧毁。造氧机的第3道通风口也因为新风震动导致崩断了一颗内部螺丝，虽然对整体并没有影响，但因为无法停机检修，我的心里还是隐约有些不安。1个月后，陈兰的一声咳嗽让我们顿时陷入紧张。陈兰，是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最近听你咳嗽挺多的。我试探性的开口，陈兰却摆摆手笑道：可能是最近有点上火吧，就是喉咙有点痒，其他的倒没什么不舒服的。我犹豫了下，但还是从急救箱内拿出体温计和退烧药，交给他道：先测试一下体温吧，这个城市只剩我们了，如果你有不舒服，我们得尽快医治好你。陈兰点了点头，感激地接过体温计。康仔，快上瞭望塔，有事。徐浩急促的声音从广播传来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安，连忙坐上电梯去到了楼顶。我听着遥远且浩大的嘶吼声，脸上一阵疑惑，看向空地，也只有这段时间零零散散击杀的一些。徐浩从另一侧走来，递给了我一个望远镜，让我朝着东边望去。我一看，只见丧尸群浩浩荡荡，铺天盖地，如同一只只黑红色的蚂蚁，正嘶吼着张牙舞爪。它们速度缓慢，一边扭曲着身体，一边朝着我们宅基地的方向走来。数量这么多，看起来像有几万只，而且它们来的方向不会是来咱们这儿吧？我仔细地向各个方向望去，只见东南西北4个地方，每一处都有丧尸在往这里靠近，只是东边的数量最为庞大，密密麻麻，一看都觉得头皮发麻。不好，咱们被盯上了！我拉着徐浩连忙从塔顶下去，回到了地库。片刻后，我拿出宅基地旁的地图，对着大家说道：各位，有个坏消息，外面丧尸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正向我们宅基地的位置靠近，目测还有1个小时就会到达栅栏外，这次需要大家一起迎敌了。大家听到这话，不由得都犹豫了下，但很快就一一回应道：这一天迟早都会面对的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我也是，休息1个月，也是时候该活动活动了。我向着大家点了点头，转身从一间屋子里拿出了一套套衣服和头盔，分给大家道：这是这段时间我和老爸一起设计的防护服，是用蚕丝加铁丝做成的，虽然比较厚重，但好在里面有金属框架，动起来并不会费太大的力气。虽然我们在栅栏里面，但为了安全，我们还是得穿上。还有这个头盔是必须要配合使用的，头盔里面有压缩氧气的装置，可以让我们在外面待10分钟，10分钟后氧气就会全部耗尽，我们也必须要回家补充。枪弹都在1楼，大家现在就开始准备吧。我话说完，众人一一应声，只是陈兰看起来好像更加虚弱了。徐浩搀扶着她，眼里不禁闪过一抹担忧，沉声道：你身体不舒服就多休息下吧，外面有我们，不用担心。陈兰摇了摇头，面色有些苍白地道：我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，现在这种时候，我也要和大家站在一边。说完，他便开始自顾自地穿戴防护服，沿着电梯去到了1楼。我拍了拍徐浩肩膀，轻声道：就让他去吧，多一个人也会多一份力量。徐浩沉默了片刻，悄悄地对我说道：康仔，没有你，我们是活不到现在的，我该谢谢你。但是小兰在这种时候生病，我不敢保证她只是简单的感冒发烧，毕竟你当初说过，沾到紫雾的人变成丧尸的征兆最明显的就是发烧。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的心里同样清楚，如果在这种时候说出来，只会引起大家的恐慌。徐浩看着我，似乎是下定了某种信心，对我道：如果小兰出意外了，我也会跟着她一起的。好兄弟，如果有机会，下辈子再报答你。我眼泪顿时有些闪烁，朝着他的胸口打了一下道：说什么胡话，哪有什么意外不意外的，这1个月不都过得好好的吗？徐浩洒脱一笑，抬头坐上电梯去到了1楼。巴雷特重型机枪，后坐力比较大，这种只能在瞭望塔上使用，否则下面很容易破坏到栅栏。火箭炮弹药只有10发，同样也只能在瞭望塔上使用，但使用者必须保持200米以上的距离，否则弹道破环栅栏和大棚，好不容易搭建的生态系统就毁于一旦了。手枪、冲锋枪。我老爸在1楼穿着防护服，一边介绍枪械，一边给大伙的头盔中注入压缩氧气。徐达、许浩还有我们3个负责第3道栅栏的阻击。老爸，你带着老妈在瞭望塔顶远处火力支援，有什么情况，老妈就通过头盔传递信息。圆月、陈兰、嫂子，你们负责给我们运送弹药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。大家目光坚毅，纷纷点头。我听着外面越发宏大的脚步声和嘶吼声，眼里充满了战意。10分钟后，老妈在塔顶向着头盔里说道：康仔，我们看到丧尸了，好大一片，已经到射击范围了，可以进攻吗？我沉住气，深吸一口气后说道：还不行，等他们靠近铁栅栏30米的位置，你们再开火，现在开火太早，还不利于地形。我老妈继续开口道：他们好像速度变快了。
你们得出去了，他们已经到栅栏外100米的位置了。我向着大伙点了点头，回应了老妈后，开始往第3层栅栏走去。从风林通道出去，立马就有铺天盖地的咆哮声传来，那种压迫感极为强烈。若不是防护服有铁框架支撑，我怕是直接都要腿软倒地。耗子，大哥，怕不怕？徐浩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子打了那么久的游戏，可都没有觉得怕过，这不就是真人版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”徐达同样不屑，铿锵道：“是的，反正这一天迟早都要来，早点爽完，哪怕死都值了。”我心里欣慰的一笑，暗暗感叹徐浩和徐达的洒脱。若是没有他们，我一个人是绝对应付不了这种场面的。康仔，他们已经到了30米的位置了，能开始了吗？我妈焦急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我立马坚定道：“给我狠狠的打！”3发火箭炮准确无误的落在丧尸群中，剧烈的爆炸和轰鸣，一瞬间就秒掉了几百只丧尸，并在地上砸出了3个大坑，里面燃烧着熊熊大火。每一个通过大坑的丧尸身上都会被沾上火焰，数十秒就会死亡。此刻的栅栏外，大量丧尸开始朝里扑来，我们3人拿出冲锋枪，站上高台，不停地朝着面前扫射。丧尸一个接着一个的扑向，和游戏里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。康仔，丧尸群里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在丧尸群中有一只绿色的丧尸，我看它外面围着一大群黑红的丧尸，像是在保护它。我、徐浩、徐达3人一听，顿时面色一愣，不约而同道：“母体！”我急忙开口道：“位置在哪？告诉老爸，一定要把绿色的那只杀掉，那是母体！”我妈朝着东边大坑一指，大声道：“东边坑里，他们马上要朝着栅栏过来了。”我仔细望去，东边坑里有一片黑红的尸潮，正速度极快地朝栅栏位置袭来。那大坑中的火焰不断地灭杀最外层的丧尸，然而每挂掉一只，立马就会有一只新的丧尸填缺。绿色的丧尸夹在中间，几乎受不到任何伤害。母体朝着我们的位置奋力嘶吼，他身后的丧尸也骤然开始加速。即使我们这边全程都在火力压制，但堆积如山般的丧尸还是乌泱泱地压了过来，很快就靠近了第1层栅栏。我立马拉着徐浩和徐达道：“快往后，第1层栅栏守不住了！”果然，在我话落下的瞬间，第1层铁栅栏外就挤满了丧尸。只见栅栏上的高压电如同银蛇一般，刹那便卷起100多个丧尸，连同身后的那些也都一并向后倒卷飞去。但同样，因为大量丧尸的冲击，也让第1层铁栅栏的根基开始摇晃。我们加大火力，不停地朝丧尸密集处射击，才一会儿的功夫，燃料就消耗了20%。小云，快拿弹药过来！我向着身后迅速开口，而小云、陈兰、嫂子一人拖着1箱子弹，分别放到了我们脚下道：“康仔，子弹准备好了，快下来！”我们应声纷纷走下高台，脸上的汗珠连成一片一片，一边填充着子弹，一边焦急道：“怎么办？这丧尸好像越来越多了。”是啊，而且那母体丧尸不解决，我们也会一直收到尸潮进攻的。我从弹药箱中拿出几个手雷，丢给徐浩和徐达道：“楼顶的大型火力在近处用不了了，只能靠我们炸开母体身边的丧尸，才可能有取胜的机会。待会儿等电弧爆炸扩散，我们再尝试把手雷丢到集中区域，分段爆炸，或许就能有机会建设到。”徐浩和徐达应声点头，再次向着栅栏外扫射。几分钟后，母体又控制着一波丧尸冲了进来，无一例外，也全都被电弧卷起向后炸去。只是伴随着每一波的冲击，铁栅栏处都会多出一处破损。康仔，有个坏消息！我老爸突如其来的坏消息，仿佛晴天霹雳，一下子就打乱了我的计划。太阳能板给逆变器的电量不多了，最多还能承受3波电弧爆炸，超过这个极限，所有的栅栏都会没电，甚至连我们的造氧机和风铃通道也都会无法启动。我连忙询问道：“水力发电呢？能供上续航吗？”老爸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水力发电效能太低了，只能供给基础照明，完全不足以馈电支撑造氧机的运转，更不用说铁栅栏供电了。”正说话间，丧尸又一次的涌来，随着强烈的轰鸣声继续，第1层的栅栏此刻也垮烂了30%，差不多再有2次冲击，第1层栅栏同样也会崩溃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内心紧张到了极点。此刻我们3人在第2层栅栏外面望向无尽的尸潮，慢慢陷入了绝望。忽然又有一道声音从头盔中传来：“康仔，快回来！陈兰她不对劲！”我和徐浩对视一眼，立马就朝着栅栏里面跑去，来到了第1层栅栏的中心。只见方云拉着嫂子，在看到我们的第一时间就来到我身旁。我看着躺在地上的陈兰，脚步不敢轻易移动。徐浩没有犹豫，里面上前扶起陈兰道：“小兰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，小兰！”从陈兰的头盔中可以看到，她的整个面部已经被黑紫色的青筋爬满，一双眼睛拼命上翻，只留下血红色的瞳孔，
正挣扎着滚动，他的四肢扭曲着，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在地面挣扎。他的嘴巴里不停地有黑水冒出，抽搐的模样极其骇人。徐浩呼吸急促，紧紧抱住陈兰，眼睛里泪光婆娑，嘴里不停地念叨道：“小兰，你不能丢下我啊！小兰！”第一层栅栏处再次爆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，因为电量匮乏，整个宅基地的灯好像都闪了一下。我虽然于心不忍，但很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存亡时刻。如果最后一道电弧冲击结束，我们不能回到地下室，那我们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咬了咬牙，对徐浩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浩子，咱们这辈子情谊就到这儿了，你带着陈兰出去吧。徐大，你带着嫂子还有方云先回地下室。爸妈，你们也都先回地下室，我来殿后。”我老爸老妈同样悲痛，但什么都没说。只见他们从瞭望塔上下来，带着方云他们回到了地下室中。徐浩感激地看了看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抱起陈兰，向着第3道栅栏口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嘴里念念道：“小兰，不管怎样，我都陪你走完这段路。”在第3道栅栏外，丧尸即将开始第3波的冲击，而徐浩抱着陈兰出现的一瞬，丧尸立刻放弃攻击栅栏，全部都往两人身上扑去，撕咬着咆哮。徐浩转身一笑，手里立刻弹开了手雷拉环，整整10颗手雷，瞬间就爆发出极强的冲击波和焰浪，连同那后面大片的黑红色尸潮也都像海浪一样四散翻滚。我穿着的防护服紧紧地抓牢地面，眼睛死死盯着丧尸群中心。突然，一抹强烈的绿色出现在眼中，我拿起背上的火箭炮筒，向着母体打出来一道导弹。剧烈的爆炸波从身边扩散，母体刹那便发出了尖锐的气吼声，伴随着它绿色皮肤的瞬间溶解，挣扎的吼声也戛然而止，如同气化了般。那一圈所有的丧尸都消失不见，天空此刻也渐渐下起了紫色的酸雨。我身体重重地砸在宅基地的墙上，一大口鲜血直接喷在头盔中，潮水般的剧痛顺着四肢一点点地爬上胸口。我勉强撑着身体，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打开了风林通道，钻了进去，随后便直接昏迷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栅栏外的丧尸在母体死亡的瞬间，好像身体又重新变得呆滞。只见他们转过身去，一点点地朝着城区走去。渐渐的，1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，我在病床上第一次睁开了眼睛，一瞬间，我只感觉头很痛，身子仿佛特别重，使不上一点力气。康仔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老妈的声音在耳边回荡。我尽力平复了下情绪，试图坐起来，可不管我怎么使劲，身子都好像灌铅一样，动不了一点。康仔，你身上被弹片划伤的部分太多了，我们给你包扎好了，这段时间你就安心休息吧。小云在一旁轻轻开口，我点了点头，用裹满纱布的手捏了捏她的手道：“这几天怎么样？外面还有丧尸进攻吗？”小云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自从上次你把母体消灭掉后，那些丧尸都慢慢退出了这片区域，每天只有一些零散的丧尸回游荡，但基本都没什么威胁。”我松了口气，缓缓道：“那母体应该是操控丧尸的枢纽，还好当时把母体消灭了，不然我们这片宅基地怕是会被夷为平地。”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都在病床上度过，慢慢的，身上的伤也好了大部分。我走到地下室的监控台，看着徐浩最后的身影，一边流泪，一边面色痛苦地拍打桌子。最好的兄弟也成了丧尸。我不知道还能在地下室坚持多久了。如果我们也不小心被发烧感染，那即使物资储存的再多，也都难逃一死。在我们每天的提心吊胆中，距离丧尸出现已经过了整整2个月。我们面色憔悴，目光黯淡，这不仅是精神上的压抑造成的，更因为老妈、嫂子、徐达也都相继发烧，产生丧尸变异。不得已，我们只能将他们赶出在栅栏外，活活看着他们成为丧尸的一员。第2层栅栏也由于时不时的丧尸进攻而导致破碎，整个宅基地的外面只留下了第1道栅栏。如果最后的栅栏被破，宅基地也将会被丧尸摧毁。难道还是躲不过丧尸吗？我带着小云在瞭望塔上向四周望去，干枯的河床，灰紫色的天空，焦黑的丛林，没有一处地方有新生命的迹象。整个城市中，除了这片宅基地，都已经被丧尸占领了，甚至有可能这片世界也已经只剩下宅基地了。康仔，我觉得我要熬不下去了，我看不到希望了。再有1个月，我们最后的1道栅栏也会破碎吧？我迷茫地摇摇头，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，只是紧紧地牵着他的手，目光向着远方望去。忽然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人影，没错，是一个没有被感染的人影。小云，那边好像有人。我麻木地拉了拉小云的手，小云目光淡然地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在一堆堆丧尸堆中，有一人正艰难地走路，一边拄着拐杖，一边还向我们招手。请问是幸存者吗？救救我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听着久违的陌生声音，瞳孔顿时开始收缩，立马激动地摇了摇小云道：“小云，听到了吗？外面世界还有人，
还有人活着！原本方云暗淡的眼神，此刻也变得明亮起来。只见他同样激动着回应道：“康仔，快，我们快救他！”我在广播里向屋子里的人传递消息。没一会儿，所有人都来到了1楼，戴着头盔，面色激动道：“这么久了，竟然还能见到活人，有可能外面世界还有更多幸存者。”奇怪，他都没有带防护品，是怎么能在外面这么安全的穿行的？我老爸面色疑惑，眉头间隐隐有些不安。我摇摇头，开口道：“不清楚，但我看他的样子，应该也是经历过一场恶战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先去接应他吧，说不定他能给这场战争带来转机。”大家闻言纷纷点头。穿上防护服后，就来到了第1层栅栏的门口处。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能在外面不受子无侵蚀？”我在栅栏内高声开口。外面那人看了看宅基地，又看了看我，道：“兄弟，你们能靠自己在外面活这么久，简直是个奇迹。”我是世界救援队的成员马赫，我和我的小组被分配在这片区域探索幸存者，并消灭母体。因为这里已经被感染2个月了，我们几乎都不抱任何希望。但是通过地图分析，我们发现这一块区域有大量的火力覆盖痕迹。于是在3天前，我们小组10人展开地毯式搜索。可惜提前惊扰了母体，立马就被数百只丧尸包围了。也是我的兄弟们拼死才为我开出一条路，我一路躲藏，最终才来到了这里。母体，1个月前我们消灭过一只母体。我疑惑道：“难不成还有很多母体？”马赫闻言有些惊骇，摇摇头继续道：“母体是控制丧尸的枢纽，基本上存在的数量很少，数万只丧尸才有机会会诞生出一只母体，而每一个城市大多最多也是2、3只，像人口较多地方的才能有5只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疫苗注入进母体体内，从而让它控制的丧尸群扫描不到人类，再通过太空清扫的办法将他们带到外太空，利用气压粉碎。想不到你们竟然能杀掉一只母体。”马赫看着我们几人，不由得多了几分敬重。我走上前，打开了铁栅栏的门锁，开口道：“你没有面罩，没有防护服，是怎么抵抗子物的？你不会被丧尸锁定？”马赫探出脖子，展示了一个梅花印记，点头道：“当初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丧尸进攻的消息，组织内科学家立马开始钻研，并在1个月的时间中成功研制出了消灭母体的药剂和抗感染的疫苗。在那时候，子物就无法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，而只要我们不随便引起丧尸的注意，丧尸也不会主动进攻。除非有母体在，母体是可以无视抗体的，只要靠近它50米的位置，立马就会被它感知到。”这种抗体还有吗？如果每次行动都需要戴着头盔，我们也相当不方便。我立马问道。马赫点了点头，转身从裤袋里掏出几瓶药剂和针管道：“这种抗体我们一般都会带上一些，给活下来的幸存者用。一路上，你们是我见过的第1批活人。”我感激地谢了谢马赫，连忙打开了宅基地门口，带他来到了地库。造氧机、逆变器、中控台，真不错。你们竟然做这么多预防措施。马赫佩服地看了看我，我叹出一声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在丧尸爆发前的24小时就感知到的，可惜1天时间太短，没有太多准备。如果再多给我几天时间，或许这个城市1个丧尸都不会有。”马赫拍了下我肩膀，洒脱开口：“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足够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我想和你们一起完成消灭母体的任务。如果你们不想，也全当我没说过。有些事情总得是要有人做的。”我苦笑一声，随即便眼神坚毅地回应道：“我本来以为躲着就可以一直活下去，但身边朋友一个个的离去，丧尸进攻也越来越猛烈，我就知道安逸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。与其等待的漫长孤独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拼一下。如果失败，大不了成为那么多丧尸中的一个；如果成功，我们就这个城市的英雄。带上我们吧，我们也愿意拼这最后一下。”小云和我老爸接连开口，目光当中同样充满了炙热。马赫用力地点了点头，片刻后，他从怀里拿出一张地图，地图是整个城市的模型，在正中心处有一道红点，那正是母体的位置。母体存在的附近是主城区的地铁站，也是爆发前丧尸最密集的区域。母体就在城市中心，为了能控制半径更多的丧尸，他们只会在中心的100米左右活动。我们要从这里穿行过去，只能依靠步行，大约需要3个小时。中心处有一道大楼，经过数据分析，那里面丧尸的数量极其惊人，大约有1000只左右。只有楼顶的位置才能保证安全，同时那里也是最适合狙击的位置。但我们只有1次机会，母体一旦受到惊吓，立马就会启动丧尸群保护并隐藏。我们再想定位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老爸点了点头，但很快又眉头皱着道：“可是我们没有武器了，最后一发枪弹也已经在1个星期前消耗完了。”马赫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不用担心，这是最新研发的纳米战衣，
上面有相当多的武器可供选择，但武器威力越大，耗电量也越快。一旦电量耗尽，战役就起不到任何作用。说罢，他便从另一侧裤兜中拿出一张张金属贴纸，放在桌子上，把纳米卡放在脖颈处，它就会自动被皮肤吸收，并和神经连接。只要你们想，战衣就可以瞬间启动。随着他开口，纳米战衣也瞬间从他皮肤上翻滚出现，如同游龙般。仅仅2秒钟，充斥着纳米金属的作战衣便像贴在了他的身上一样，仿佛和他融为一体。想不到外面科技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我呼吸急促，紧张开口。小云和老爸的眼神中也透露出强大的激动。有了这套战衣，我们成功率会大上不少。我拿起一个纳米卡贴在脖子上，顿时就感觉一股极为舒畅的气从脖子涌向全身。2秒钟后，全身就像在一个罩子里面，但活动却相当灵敏，也没有繁重感。相比于之前我和老爸研制的防护服，简直高出了好几个档次。我右手轻轻抬起，只见一片虚化的武器库出现在眼前，随意一顶，一把极其绚丽的大刀就落在了手中，而电池的100%电量此刻也迅速下降到了80%。今天大家可以先试炼一下，明日一早我们就开始行动吧。马赫轻轻开口，随后我便给他安排了房间，准备为第2天的计划做准备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小云2个月来第一次笑着抱了我一下，说道：康仔，你说我们这次会成功吗？我笑了笑，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道：不管成不成功，我们至少都在这条路上拼过。许浩、陈兰、嫂子、老妈，他们都是被紫雾感染，最后病死。我不敢保证下一个会不会就轮到我们了。现在既然有机会干掉母体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愿意试一下，也算是为他们报仇吧。小云轻声点了点头，依偎在我怀里沉沉睡去。第2天一早，我们早早的就在客厅集合了，所有人的纳米卡都保持100%的电量，并规划了最新的路线。我转头看向坚守了数个月的宅基地，第一次有了释怀，这应该是自己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了。半个小时后，匆匆整理完，我们就和马赫走出了这片区域。按照规划来看，我们需要在最近的地铁通道内徒步2小时，因为是直线距离，地下通道风险又小，因此我们走下面是最保险的。马赫，前面就是地铁站的入口位置了，看这地方的样子，丧尸应该都被母体调出去了。马赫仔细打量四周，轻点了一下头道：是的，这里除了门口处几只零散的丧尸，里面几乎没什么动静。我和你去引开丧尸，让他们找机会先进去吧。我向着小云和老爸使了个眼色，他们立刻就上前走到了一处遮挡的位置。马赫拿出一块石子，向着另外的方向用力一抛，不偏不倚地落在一扇铁板的位置。巨大的声音迅速吸引了地铁口的丧尸，老爸带着小云则迅速往地铁内跑去。我同样也朝着另一侧抛去石子，丧尸则又分出一批向远方跑去。我连忙一个翻滚，就和马赫去到了地铁下面。因为整个城市的电力瘫痪，地铁里面几乎都是一片漆黑，四溅的血液和发臭的肉块七横八落，若是一般人看到，怕是会直接吓得走不动路。我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地铁通道说道：从这里一直直走，就能去到城市中心位置的地铁站附近。可里面这么黑，我们受到埋伏的可能性同样也很大。马赫，你怎么看？马赫面色犹豫，但很快便决定下来，展开纳米战一道。这段路虽然容易受到埋伏，但丧尸数量绝对要比上面的少。我们用战甲10%的电，应该能冲到尽头。我点了点头，同样激活了战甲刀。走吧，战甲能提升不少速度，即使耗电，我们也需要武装好自己。紧接着，大家都打开了战甲，脚下立刻生出纳米齿轮。四人在幽暗的地铁通道内快速滑行。半个小时后，马赫的身手示意让大家速度顿时下降。战衣检测分析，前面一段路会有一大节地铁车厢，里面很可能会有丧尸，大家都小心点。我点了点头，牵着小云在后面慢慢跟着。往前走了100米，一个倾倒的硕大车厢出现在眼前，上面黑红色血液早已干涸，里面呜呜的声音沉重且缓慢，很显然里面绝对有丧尸。我牵着小云的手，明显感觉到她连呼吸都有些急促，身子更是止不住的颤抖。像这样近距离的感受丧尸，足以让大多数人四肢发软。忽然，好像有一只手抓住了小云的脚，低头一看，正是一只面孔破碎、趴在地上身体扭曲的丧尸。小云忍不住的一声尖叫，在寂静狭长的通道内回荡不散。那脚下原本迟缓的丧尸，此刻也仿佛苏醒般，以极快的速度就要冲过来。我老爸身子往前一探，立马展开武器，拿出机械拳套，瞬间就将他打得倒卷飞去。可车厢里的丧尸此刻也如同活络般，在车厢内挣扎着想要出来，声音极为恐怖。愣着干什么？快走！马赫的一声大喊将我们一下震醒，我赶紧拉着小云就展开全速向前奔去。身后车厢的丧尸群愤怒的击碎车窗玻璃，撕开铁皮涌了出来，在我们身后疯狂咆哮。不好，前面还有500米就到中心区域了，
如果丧尸群到了那里惊扰了母体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马赫焦急开口，目光在四周仔细打量。对不起，是我吸引了丧尸群。小云十分自责，难过的低了低头。我捏着她的手更紧了，轻轻道：“我们迟早都要面对的，不用自责。”我老爸也同样安慰道：“小云啊，这不怪你，在主城区碰到丧尸群是避无可避的，不用害怕，大家都在呢。”片刻后，老爸话锋一转，继续开口道：“康仔，我有主意了，地铁通道连接处每一段都会有承重梁，如果我们能把承重梁打断，就一定能阻绝丧尸群。”我连忙道：“承重梁位置不清晰啊，周围环境这么黑，你也没办法精准打断的。”我老爸哈哈一笑，从容道：“你忘记你老爸是设计师了吗？这种基础建筑，我对结构早就烂熟于心了。马赫，在距离出口200米的位置提前告诉我，我来阻断丧尸群。”马赫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叔叔，现在已经距离出口250米了。”我老爸从武器库中拿出来一个火箭炮，一边计时，一边向着上方瞄准。5、4、3、2，就是现在！在他嘴里念到最后一个数字的同时，他抬手向着身后上方45度的方向打出来一发火箭弹。骤然间，火箭弹炮火光一闪，紧接着便是巨大的轰鸣爆炸声。那地铁通道的正上方立刻便有数十道巨大的石块崩落，向着下方坠去，且随着承重结构的失效，那一段上方的地面也开始塌陷，漫天的烟尘和撞击声四散。我们头也不敢回地往前奔去。终于，在出地铁口的一瞬，地铁通道尽数被掩埋，包括身后的丧尸群也一并消失在了通道中。老爸，你太棒了！我用力地抱了抱老爸，心里无比敬佩。老爸有些惋惜地说道：“可惜电量没控制好，一下就用了40%。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到了目标地点吧？马赫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”马赫点了点头，向着身上轻点了一下，过后立刻便有一片全息影像投出。这是我们的位置，这是红点覆盖范围的区域。沿着这里往前直走，就到计划中的大楼了。我们必须要在狭窄的地方，才能最大可能的限制丧尸群。因为这片大厦是 H 型，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一侧大楼内前置，那里楼道较多，高度也大，通道也不适合大量的丧尸进攻，对我们很有利。另外一处大楼则用来狙击母体。我点了点头，通过全息影响仔细地看了看大楼内结构，沉声道：“狙击的任务就交给老爸了。我们负责把母体引出来。小云跟紧老爸，你们的位置绝不能让丧尸发现，否则引起母体注意，我们所做一切都功亏一篑了。”老爸和小云点了点头，开始通过全息影像准备最佳的位置。马赫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支香烟道：“抽烟吗？”我拒绝了。马赫独自点燃香烟，深吸了一口气道：“其实我不害怕，因为在进入组织的时候，我就有想过会为此牺牲。毕竟像你们这样的幸存者真的已经很少了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可惜连组织都快被消灭了，我真的很想让你们继续生存下去，但总得要有人站出来，你知道的。而且你们没有科技，也无法实现物资循环。”我笑了一声，轻轻道：“是啊，我一开始就想到了结局，但我还是不愿意束手就擒。我想试试，我想看我能不能给未来创造一个机会。尽管很难，但你带给了我们希望，我们就一定要完成。”马赫感激地看了看我，重重地点了下头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平安到达了大楼下面，按照计划也提前打开了气息屏蔽器，穿过一个个丧尸纵横的楼梯通道，到达了大楼楼顶位置。我和老爸以及小云拥抱了下，就和马赫去到了旁边大楼的楼顶处。随着马赫从武器库中拿出一个手雷，从上方扔下去，楼下的丧尸就如同蚂蚁般全部向着大楼楼下靠拢，咆哮的声音此起彼伏，这种场面远比宅基地更让人头皮发麻。好在战衣可以向神经分泌多巴胺调节情绪，我只是稍稍震惊，心情就很快平复了下来。打开机甲套装，打开机甲套装。我和马赫几乎都是同时开口，一瞬间，战衣内的纳米分子开始急剧变化，而我们95%的电量现在也以飞快的速度降到40%，才慢慢停下来。这一刹那，我全身仿佛被胶质包围，这种强有力的感觉让我浑身无比舒畅。在分子组成间，一道道金属外衣形成战甲的模样，那原本狰狞面孔的丧尸，在我看来也顿时没有了压迫感。这纳米战甲果然神奇。在我感叹间，马赫轻轻一笑道：“纳米战甲是组织内的科学家主力研究方向，毕竟在丧尸的世界里，只有外骨骼才是战斗的最强保障。”话语落下，只见他操控着机甲，双手一合，立刻就有一把巨大的大刀出现在手中。那些在楼道内涌上来的丧尸被他用刀浪劈倒，顿时就被分为两截，全都向后倒卷退去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同样一拍手，一把同样大小的霰弹枪出现在我手中。
我每一发炮弹都有不逊于火箭炮弹的毁灭力。我们两人分工明确，他来阻断楼道内的丧尸，我来消灭沿着外墙爬上来的丧尸。而才过去10分钟的时间，我就看到了大楼下有一抹隐藏极深的绿色。我向着马赫开口道：“母体出现了。”马赫。马赫闻言，立刻右手一捏，一股淡粉色的药瓶破碎，药粉随着气流落入丧尸群中。那些原本就狰狞的丧尸，此刻也陡然变得更加狂躁。马赫身子向后一退，和我背靠背道：“我已经打开了狂暴药粉，母体已经上钩了。我们要逼他来到楼顶，能不能成功就看这次的了。”我一边轰击着四周的丧尸，一边大声道：“他在下面，我们怎么逼他上来？”马赫向着身前打出一道刀浪，同样大声道：“把这些丧尸全都擒掉，他自然就会上来。我们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。”正说话间，楼顶的下水管道突然钻出一只丧尸，正在药粉的刺激下疯狂扑向我们。我右手一捏，一把金属弯刀落在手中，向前挥扫几下，立刻就有十字形的刀气往前炸去。丧尸在碰到的一瞬，直接被分成几段，而我们两个人的机甲电量此刻也只剩下了30%。10分钟的时间又过去了，我们都记不清消灭了多少只丧尸，只知道那些丧尸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狂暴。而随着电量下降，机甲的威力和反应速度也受到了极大限制。我在挣扎地挥动弯刀，而一大片肉眼可见的黑红色尸潮也在迅速往我身上砸来。小心母体！马赫向着我焦急开口，我连忙做出反应，立马便捏出一面盾牌挡住了冲击，但在倒退途中还是承受了部分伤害，直接撞倒在柱子上，喷出一大口鲜血。快找机会，马赫！马赫没有犹豫，立刻便扔出一枚手雷落到尸潮当中。可还没等手雷炸开，母体就直接分出一只丧尸，拿着手雷跳下过去，让手雷在空中爆炸。这样狡猾的母体明显是得到了进化。不好了，这次的母体和之前我们遇到过的很不一样，它更加狡猾多变，甚至很有可能得到了某种进化。马赫匆忙开口，一边扶起我，一边清扫零散的丧尸。我细声道：“机甲的隐藏能源，如果爆炸的话，母体能承受得住吗？”马赫摇摇头道：“母体本身防御能力很弱，但它能操控大量的丧尸，为它承受伤害。而且我们就算爆炸，也极大概率会被其他丧尸缠住，为它抵抗大部分冲击。除非我们声东击西，用2次爆炸的间隙给母体造成一瞬间的重组停顿，再对它狙击。”我和马赫几乎同时开口，我没有犹豫，立马挣扎着起身，对老爸和小云说道：“老爸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一定要把握住。小云，我永远爱你。”我说完这2句，立刻就把语音头脑关闭，站起身来，向着母体开口道：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再活一次的权利，但我明白，只要有我在，我就要让我的家人平安，为我的兄弟报仇。来啊，来消灭我吧！”我呼吸急促，双手已经放在了启动后备能源的按键上，只要尸潮扑过来，我就能在一瞬间引爆。母体摆动着身体，似乎有些听懂，此刻同样仰天长啸一声。下一秒，只见他组织着大片黑红尸潮，就朝我们的方向狠狠撞来。我双眼紧闭，刚想按下按钮，忽然间仿佛有一股大力袭来，将我迅速牵制到了一边。我睁眼一看，是马赫。做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你还有家人。马赫的声音缓缓传来，伴随着他的一声大笑。只见他起身，向着尸潮一扑，刹那间，一股耀眼的金芒从丧尸群中炸起，但金光冲破力极强，丧尸碰到的一瞬间就会立马起舞。母体似乎有些慌乱，情急下立马也分出大批丧尸前去包裹。我深吸了口气，虽然心中有万分不舍，但还是毅然决然地向着母体的方向扑去。巨大的金光充斥着爆炸声，穿透的威力直接就将母体刚建成的尸潮又重新打散。我老爸在另一处大楼顶端，满眼泪光，和小云一人架起一把狙击炮，向着母体的方向。一瞬间，金光、红光、黑光3色闪耀，而母体的那一抹绿色也在狙击炮的弹片冲击下化为粘粉，只留下狰狞的嘶吼和尖叫回荡在大楼中间。康仔，小云向着消散的金光处用力呐喊，可却再也没有了回应。随着母体消散，丧尸又没有了细胞活性，开始重新进入沉睡。老爸带着小云来到了我自爆的位置，拼命地挖掘碎石，一边挖一边流泪道：“康仔，不要走啊，康仔！”忽然，老爸动作的手猛地一顿，我顿时从某种状态中醒了过来。在睁眼时，老爸就出现在了我面前。爸，小云，我掩面而泣，和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。突然回想到，马赫在拉自己的时候，给我的机甲上了一层保护，而正是这层保护，才让我在自爆中没有身亡。与此同时的远处，正有一架架直升机出现，而去的方向正是我们现在的大楼。我抱着小云，抬头望向天空，
那久久不散的紫雾好像在这一刻也消散了。夕阳落在脸上，我微笑着看向远方。